给公司当了10年主管的陈叔，在退休当天告诉了我一个秘密。陈叔，多亏您这些年兢兢业业地管理着公司，让我们省了不少心。沈小姐哪里的话，这都是我分内的事。陈叔，今天是您退休的日子，这些补品是我给你的礼物。这张卡里有10万块，算是我给您的退休金。这些年真是辛苦您了。谢谢您，沈小姐。哪里的话，咱们也有10年交情了，以后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来找我。沈小姐，我觉得您需要看看江总实验室的冷藏柜。实验室怎么了吗？冷藏柜？奕晨的实验室里确实有一个冷藏柜，每次我想在里面放东西的时候，他总是百般阻挠，说里面有重要的实验药物。陈叔今天反应这么异常，难道里面有什么见不得光吗？夫人，江总说今晚要去 A 市参加一场投资会议，今天不回来了，让我通知您一声。之前江一晨每周都会去一趟 A 市，每次都会失联1、2天，到底什么事情忙到连老婆的消息也没时间回复？怀疑一旦产生，罪名已然成立。陈叔从来都是不多管闲事的人，给公司当了10年主管，从未多嘴过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今天却出乎意料地叮嘱我去看冷藏柜，看来事情已经严重到他看不下去了。U 盘。实验室所有的存储设备都有统一编号，唯独这个没有。江一晨到底藏了什么东西，要放在这么隐秘的地方？从2022年到现在，5年来每月转账10万，收款白若曦。嘉林别墅3号院，业主白若曦，店铺转让协议，收贷人白若曦。原来这就是江一晨瞒着我的秘密。我为了这个家，人前人后做了10年称职的江夫人，她居然在外面养了一个家，房产、财产定期转移。江一晨，你可真对不起我。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江一晨既然能做出这样的事，就不会对我有半桶心软。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付出的10年青春，我丢掉的科研梦想，我被偷走的一切，我都要一点一点拿回来。兰兰，在忙吗？刚下庭，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要你帮我查个人。你说，查一个叫白若曦的女人。我需要你帮我查江一晨近几年来所有的转账记录和白若曦名下现有的所有资产。江一晨每周都搪塞我工作忙去出差，我都要看看你到底是在忙什么。志威，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公司了？来找你算账了。老婆，你胡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比如说你买的这一堆婴儿用品。公司的一个客户马上要当父亲了，我给他孩子买的。我待一会儿就出去了，有一个采访，我跟你一起去。好。之前我过于信任江一晨，江一晨抽烟，但每一次出差身上都没有烟味。以前我以为是客户介意，现在想来是白若曦怀孕闻不了烟味。江总，听说晨星生物市值即将突破120亿。这只是晨星生物坚实技术的外化，我相信晨星在我的带领下会成为一个影响全球的生物公司。10年前，我是名震整个医药学界的科研天才。我拿出自己3项核心专利和500万科研奖金支持他创业。那时他说夫妻不分彼此，我信了他的鬼话。专利上只写了他的名字。公司的第一个实验目标是我帮他定的，第一个技术难关也是我带着团队攻克的，甚至第一个药企合作，要不是因为我，他连负责人的面都见不到，成了他江一晨的一切。志威，现在公司处于刚起步阶段，如果没有核心技术，很难站稳脚跟。我手上有3项专利可以帮到公司。志威，这可是你的研究成果。我们是一家人，不分你我。
江一晨，我将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送给你，而你却在外面和别人相恋，这就是你对我的回报吗？志威，不是让你回家休息吗？受伤了没有？没有，不小心碰到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就行了，受伤了多不好。你快点回去吧。知道了。对了，下周要开公司发展大会，医药界的大佬都会来，我这边忙走不开，你能不能帮我着手准备一下？好，置办的豪华一些，别太朴素了。我都了解了，你去忙吧。开完会我要去 A 市出差，就不用等我。最近公司发展势头正猛，我很忙，你知道的。接下来确实有的你忙了，江一晨。志威，明天见一面吧。你让我查的东西我查到了。志威，你让我查的这个白若曦，我有眉目了。这个白若曦今年26岁，和江一晨是青梅竹马，也是早些年江一晨的白月光。5年前因为父亲欠债找到江一晨，后来变成江一晨的贴身秘书。目前的话住在嘉陵别墅3号院，名下店铺3间，1辆帕拉梅罗，全部都是从江一晨手里过户出去的。想不到我沈之薇辛辛苦苦给他打下的班底，他竟然拱手送给别的女人，真是荒谬。还查到一件事。什么事？白若曦怀孕了。这个我知道，我查江一晨 U 盘的时候就知道了。你不生气？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我和江一晨在一起10年，你猜猜为什么没要孩子？为什么？刚开始是有打算的，但是一直没成功。我就去了一趟医院，医生说江一晨有无精症，为了保护他男人的自尊，我一直都没告诉他。也就是说，这个白若曦也给江一晨戴了一顶绿帽子。那就要问这个白若曦了。秦林，我希望你帮我查一下晨星生物真实资产，以及江一晨手上的股份。你要离婚？你认真的？婚肯定是要离的，但不是现在。10年了，江一晨欠我的也该还了。一晨哥哥，咱们的宝宝马上就要出生了，你说孩子以后会不会没有爸爸呀？怎么会呢？我就是孩子的爸爸。可是你现在是有家庭的人，而我连个名分都没有，别人只会说我是个小三。若曦，你放心，下周就是公司发展大会，等大会结束，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好，我就和沈之薇那个黄脸婆离婚，绝不让你和孩子受半点委屈。看来又掌握一份有力证据。是啊，调查结果是不是出来了？行，咱们回去说。江一晨，我倒要看看你还给我藏了多少惊喜。你这个老公可真是不简单，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江一晨真是老谋运算，5年时间开了不下20家空壳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他的助理李小云，运用空壳公司套现的钱也不知所踪。另外，在白若曦名下还有公司10%的股权，以及在海外还有一套别墅，都是从江一晨名下转过去的。10年婚姻，他给别人转了4个亿的资产，而我名下1分钱没有也就算了，公司法人还写的我的名字，出事我来背，我就只配供苦，他倒是心安理得的和别人同听。别着急，还有更劲爆的消息，这是他上周拟好的离婚协议书。他真的打算让你净身出户，并且只给你100万，算是这10年的补偿。我净身出户，给100万补偿，我当初给他的创业资金都不止100万。很显然，他江一晨就是个白眼狼，他的目的就是把你吃干抹净了，去找他的白月光双宿双飞。现在就看我们怎么反击了。江一晨会在白若曦生产前布置完一切。距离白若曦的预产期还有多久？差不多10号左右。你有什么计划吗？下一周是公司发展大会，我准备在会上送他一份大礼。一晨哥哥，今晚我和宝宝在家等你。好。
下班了。刚送走客户。今天去外面吃饭吧，好久没去了。对了，你让我办的公司发展大会我已经找好酒店了，就在卡曼酒店，怎么样？不错，回头把详细安排发给我就行。我今天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处理完，就不回去了。吃饭的话改天吧。好好去陪你的白月光吧，毕竟等大会过后，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我嫁给江一晨的时候只有22岁，那时候身边的朋友都说江一晨配不上我。志威，你疯了！你可是咱们全国顶级科学家、顶级投资人卢卡斯无偿投资你研发，你现在说要嫁给江一晨这个穷小子，还要支持他的梦想。不仅如此，甚至连我的伯乐也曾劝过我。沈小姐，你要知道，你的这3项专利的含金量是可以颠覆生物学的，我可以给你3倍的费用以及50%的分红。你确定你要把它拱手让人吗？这3项专利没了，我还能再找，但能改写生物学历史的千里马，我认为为数不多之中，你算一个。沈小姐，还是好好考虑下吧。我没有听朋友的劝阻，也拒绝了卢卡斯的投资，只因江一晨对我说：“志威，我爱你，你是我的全世界。”我原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想不到真心换的却是驴肝肺。沈小姐，你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如果你想通了，可以打上面这个电话联系我，我将给你最高级别的待遇。卢卡斯。喂，卢卡斯，是我，沈之薇。卢卡斯，你的承诺还有效吗？沈小姐，你的这通电话我等了10年，欢迎回来。江一晨已经开始着手转移财产了，空壳公司套现的钱全部都预转移在白若曦的名下，正式转移日期是15日后。也就是说，江一晨打算先等到孩子生出来再着手对付，真是算盘打得叮当响。没错，那时候孩子也出生了，各项资产也都完成类调，一切尘埃落定，再来打翻你。可真是天衣无缝，要不是我发现的早，还真就被下套了。志威，大会事宜都准备好了吧？全都准备好了，有什么问题吗？是这样的，我有个合作伙伴要来，要做主桌，可能没你的位子了。生意伙伴？谁啊？我怎么不知道？生意往来的伙伴，最近合作比较频繁，委屈你了。行，我知道了。还生意伙伴？切，我看是想让白月光上位吧。对方都出招了，想好怎么回击吗？想好了，准备在大会当天让他名誉扫地。你认真的？到时候可是全市会都在关注这件事，就是要让他干的好事人尽皆知。只有这样，社会舆论才会在我这边，我才能占尽主动地位，给江一晨致命一击。那我到时候会把详细资料在当天全部整理妥当给你。当时我就跟你说过，嫁给江一晨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为时未晚，我沈之薇回来了。你好，我约了卢卡斯，请问您是？我是沈之薇，卢卡斯的朋友。喂，请问今天卢卡斯有预约吗？说是卢卡斯的朋友沈之薇。沈小姐，真是好久不见，我可是苦苦等了你10年，终于医学界的男星又回来了。沈小姐，我带你参观一下公司，顺便看看给你的职位。这些都是我招的国内最顶尖的一群科学家，他们也是我们公司的支柱，你以后少不了和他们接触的。作为研究员，确实得多跟他们多交流，方便研发。谁说我给你安排的职位是研究员了？我可是知道最近风头正盛的晨星生物，可是你一手创变起来的。你有如此才华，怎么可能给你安排研究员的岗位？这才是我给你安排的职位。沈小姐，觉得这个办公室怎么样？合不合心意？卢卡斯先生，这怎么行？我已经很多年没在这个行业了，一上来就如此大的头衔，沈小姐，
人的才华是不会随着时间就流逝的。我信得过你，也信得过我的眼光。你只需要放开手脚干你擅长的事情。谢谢你，卢卡斯。我当初真的应该听听你的劝告，是我耽误了这么多年。年轻时总会有冲动的时候，但沈小姐，我很高兴你能及时醒悟过来，并且找到我。作为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的决定。谢谢你，卢卡斯。但我还是想从研究员开始。沈小姐，那实在是太屈才了。我早就想扩大亚太市场了，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除了你，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个位子。沈小姐，我10年前的承诺依然奏效。你出任亚太地区的执行总裁，我给你50%的利润，以及亚太地区最高决策权。50%的利润，最高决策权，这是我10年前本该拥有的一切，却为了一句虚无的"我爱你"，错失了整个黄金期。只要你签了字，整个亚太地区的医药业务就全线掌握在你的手上。我真心希望你带领哈曼走向新的辉煌。卢卡斯，真的很感谢你认可我的能力，但这份协议我暂时不能签。沈小姐，你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吗？你知道的，现在的晨星生物是我当初建立的班底，后来就全部交给我先生负责了。但我们准备离婚了，原因是因为他出轨了。在离婚之前，我要亲手夺回属于我的一切，不能就这么被他窃取，更不能让他拿着我的成果去养另一个女人和那个来路不明的孩子。沈小姐，如果需要我的帮助，哈曼会全力支持你。没关系，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谢谢卢卡斯先生的无条件支持和信任。我相信沈小姐的能力，哈曼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无论什么时候，亚太总裁的位置永远是你的。今天打扮的这么漂亮，今天是晨星生物的年度发展大会，这么重要的场合，我当然要盛装出席。毕竟，这个公司前期的核心班底、技术专利、合作渠道，全都是我一手打下来的。你不会忘了吧？怎么会忘呢？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晨星。走吧，去晨星。志威啊，这是我给你说的那个生意伙伴，现在可能等着急了，要不你打个车自己走，不然我怕公司下一度的融资会出问题。你和你的生意伙伴关系可真好，连哥哥都叫上了。沈志威，你阴阳怪气什么？这可是公司重要客户，她还怀着孕，她要有个3长2短，咱们公司都得跟着遭殃。我就随口一说，你急什么？对不起啊，志威，我最近上班压力太大了。你那个生意伙伴叫什么名字？以前没怎么听你提过。叫白若曦，因为近期的合作比较密切。好了，就给你送到这儿，你先去布置一下场地，我很快回来。上车，计划开始了。江一晨怎么把你丢这儿了？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白若曦给他打电话，让江一晨去接他。你那边东西准备怎么样了？全部都准备好了，但是我们的计划要快点进行了。我的线人查到白若曦预产期提前了，今天晚上江一晨就会把公司股权转移到白若曦的名下。我们时间不多了。没事，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江一晨，为你的所作所为赎罪吧。好戏开场。
小丽呀，这就是你们金龟婿搞的会场啊！哎呦喂，真大气，可是让你家若曦捡到宝了。我都说了，让他节省一点，节省一点，又花了大几百万。你看看，花里胡哨的。哟，这是谁家闺女啊？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也没个人管管。你是谁呀？我怎么看着宴会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穿成这个样子，打算勾引谁呀？这位夫人，我是这个公司的女主人，在自家公司大会上穿的隆重一点是应该的吧？刚刚就听见她在说什么女婿开的宴会，看来她应该是白若曦的家人。小姑娘，饭可以乱吃，话可不敢乱说。这个公司明明是江逸晨的，就是，要说女主人啊，还得是逸晨的老婆若曦。什么女主人？不就是看我们逸晨有钱来随便攀关系的？我告诉你，逸晨和我的女儿白若曦订婚了，你就趁早死了这条心吧。看来江逸晨并没有把我的事情透露给白若曦的家人。张夫人，你来了也不说一声，江总特意给您安排了主位。小云啊，你这安保做的不到位呀，什么毛毛狗狗，等进去来了吗？张夫人别再说了，沈夫人是贵客，我先带你去座位吧。这个李小云是江逸晨的助理，江逸晨就是借着他的身份开了20多家空壳公司，套取3个亿的现金。再让他蹦跶一会儿吧，等人到齐了，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小云啊，这个沈之薇是不是逸晨现在的老婆？那么大口气。张夫人，咱们现在还是要隐忍点，毕竟明面上他们还是夫妻呢。哼，那又怎样？他竟然还有脸来，就是一只不下蛋的母鸡，还敢跟我家若曦争。有些人啊，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才这么招人嫌。沈小姐，这位是江总生意伙伴的母亲，两家是世交，您别介意。我介不介意，人不都已经来了，希望你待会儿能一直这么嚣张下去。逸晨怎么还没来？都这么久了。好像是去接生意伙伴了。哪个生意伙伴排场那么大？下次也该好好说说他了。你还提到过，好像叫白若曦。原来是若曦呀，这孩子，若曦还怀着孕呢，还把若曦带来了。那可不是生意伙伴，那是江夫人，可不是哪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可比的。刚刚我都看见这两人在外面吵，想不到今天的这场大会比预想的要有意思。看来今天是有好笑看了。若曦，小心点，还有孩子呢。逸晨，有你真好。哎呦，我的乖乖呀，快点过去坐着，你现在可不能有一点闪失。妈，我没事儿的，这是逸晨哥和我一块给你挑的项链，是送你的礼物。看着你俩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妈就知足了。当长辈的就这点心愿了，对不对啊，沈小姐？妈，你先别说了。志威，事发突然，我晚点再跟你解释。没事，你给我解释过了，生意往来吗？哼，好戏马上开场。首先，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大家来参加本司的发展大会。晨星生物发展到如今，已经经历了10年的光景，这离不开诸位的抬爱。但我也想借这次宴会，着重感谢白若曦。江逸晨，白若曦，我们晨星生物的生意伙伴。若曦，抓住机会，快上去呀！这么多人，那多不好呀。什么生意伙伴？之前怎么没听说过？你还没看出来啊？一个幌字而已。你看沈小姐脸都绿了。江总胆子也太大了。看来江逸晨是打算趁这个机会让小三上位了。那我还是不明白啊，沈小姐长得多好看呀，何必呢？这你就不懂了吧？俩人结婚10年都没怀上孩子，你再看看白若曦肚子。原来如此，那一会儿沈小姐会不会大闹会场啊？你听旁边那俩人说了没？咱们若曦是小三上位啊！那原配还真是好欺负，头顶都绿了还能忍得下来。唉，这有啥不能忍的？你忘了小江有钱吗？再说了，母凭子贵，俩人在一块10年没孩子，哪个男人受得了？
只是一次普通的商业交流，大家都别讨论了，少说一点。夫人，江总不是那样的人，您别误会。沈夫人，江总还在上面发言，你不能过去。李小云，你以为你和江逸晨干了什么我不知道吗？你什么意思？我可是查到了你帮着江逸晨开了20多家空壳公司，套取了3亿现金。你说，如果我把这件事捅出去，会有什么后果？乖乖看戏，我等会儿再来收拾你。逸晨，你看他，看我们一家人在台上，他一个外人来干什么？你上来干什么？大会还没结束呢，你想在这种场合丢我的脸吗？丢脸？丢什么脸？你把小三带公司就不丢脸了？白若曦，真是恭喜你啊！忍辱负重当小三这么些年，终于上位了，我真是佩服。姐姐，对不起，我不是要破坏你和逸晨哥的感情的。沈之薇，你个疯子，你到底在闹什么？若曦只是我的妹妹。妹妹，江逸晨，你是觉得我很蠢吗？你的亲家今天可是口口声声说你是他的金龟婿。离婚不是迟早的事儿吗？沈之薇，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白若曦今年26岁，和你是青梅竹马，也是你的白月光。5年前因为父亲欠债找到你，成为你的贴身秘书。目前的话，住在嘉林别墅3号院。沈之薇，你竟敢调查我！如果你做事真的干净，就算我调查你又能怎么样？江逸晨，你还不承认吗？沈之薇，你就是见不得我家若曦好过。我家若曦和逸晨从小青梅竹马，关系本身就好。要不因为你，我家若曦和逸晨早就结婚了。要我说，你才是那个小三儿。这小三儿一家真不要脸，还未婚先孕，当小三还这么有理。你是没看见，这个老太太刚来会场的时候，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她女儿攀高枝了。这年头，小三都能当出优越感，沈之薇骂得好。行了，你也少说2句吧，还嫌不够乱呢。股份都没转移好呢，现在还不到时候。沈之薇，以前真是小看你，但是我和若曦从小青梅竹马，关系亲密一点很正常。但如果你只是凭借着一面之词就是污蔑，我江逸晨以你为耻。不是污蔑，这里有证据。江逸晨，好好看看，这张运件报告单可是写的你的名字。这只是一张孕检报告单而已，你怎么这么上纲上线？哥哥陪妹妹产检有错吗？江逸晨，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上视频。逸晨哥哥，咱们的宝宝马上就要出生了，你说孩子以后会不会没有爸爸呀？怎么会呢？我就是孩子的爸爸。可是你现在是有家庭的人，而我连个名分都没有，别人只会说我是个小三。若曦，你放心，下周就是公司发展大会，等大会结束，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好，我就和沈之薇那个黄脸婆离婚，绝不让你和孩子受半点委屈。这个江逸晨真是猪狗不如啊！可不是嘛，有句话怎么说？男人有钱就会变坏。沈小姐还是从陈星还没建立就跟着江逸晨了，真是人善被人欺。沈之薇，我和逸晨哥哥真心相爱，要不是你，我们2个早在一起了。况且我现在已经怀了逸晨哥哥的孩子了，你能不能不要阻碍我们了？沈之薇，你就是个给脸不要脸的贱货！我家若曦可是怀了逸晨的种，而你呢，10年了，肚子连个影都没有。逸晨忍你10年是你的体面。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江逸晨，我肚子里可是你的孩子，我都被欺负到头上了，你还愣着？之薇，事到如今，我不能不管若曦，毕竟她怀了我的孩子。江逸晨，你不会以为没孩子是因为我吧？我今天就告诉你，不行的人是你，你有无精症，你还傻乎乎的要给别人养孩子。江逸晨，你被绿了。沈之薇，你胡说八道！我查过了，医生说这就是我的孩子。怎么了？狗急跳墙了？你有空质问我，怎么不去问问你的白月光？原来江逸晨不行啊，怪不得俩人没孩子的。你看他头顶绿油油的。都给我闭嘴！沈之薇，你有必要在我的公司让我这么难堪吗？你现在赶紧给我出去！
知薇姐姐，我知道跟奕晨哥在一起是我不对，你污蔑我也就算了，但是你们毕竟在一起10年，你一点情面都不给奕晨哥哥留，怪不得奕晨哥哥不爱你。沈知薇，你到底想怎么样？若曦现在还怀着孩子，你疯了！都当小三了还不嫌丢脸，我今天还真就不留情面了，还让我滚出去。陈星的班底是我一手打下来，就连第一笔资金都是我出的。你江奕晨就是一个靠着我上位的窝囊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些干的破事儿，你可是给白若曦转移了不少财产吧？我告诉你，江奕晨，这些钱还有公司，你什么都别想要。打得好，这种软饭男就是该打。沈小姐霸气，你看那俩人，婊子配狗，天长地久。还第一次见当小三当的这么理直气壮，真不要脸。是的，怎么会这样啊？若曦，我好像要生了，先去医院。沈知薇，这可是我的孩子，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江奕晨，脑子有病你就去看看脑子，你的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上公子给别人养孩子的，你还是头一个。沈知薇，我现在没工夫和你闹。若曦别怕，我带你去医院。看来今天不能一次性把事情解决了，走吧。你这是干嘛？沈小姐，那个空壳公司的事。哦，那个，到时候去监狱慢慢忏悔吧。沈小姐，我真的只是一个臭打工的，我求求你网开一面的，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我真的不想蹲监狱啊。什么事儿都可以，什么事都行，只要不让我蹲监狱。我可以给你一条活路，但是我需要知道公司所有的核心资料以及偷税漏税的证据，能做到吗？我能做，我能做。干杯！这一杯，恭喜你打完第一场翻身仗。可不止这一件事儿呢。我现在是哈曼医药亚太地区的执行总裁，要不要来当我的法务总监？秦律，不愧是当年的第一医药天才，这么快就进入状态了，这话当真吗？秦岚，我可是认真的，毕竟你可是我们龙城第一律师。法务总监，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你们看新闻了没？那个陈姓的老总好像找小三，被原配抓包了。我也刷到了，听说还是靠女人上位的凤凰男。何止啊！你知道不？小三怀的都不一定是他的孩子。想不到不仅是个小白脸，还是个乌龟男。沈总，这一次江奕晨可真是把脸丢到姥姥家了。这下好了，连水军都不用请了，这么多吃瓜群众够他喝一壶了。按我对江奕晨的了解，空壳公司转移财产这种事儿他可想不到。这个白若曦忍辱这么多年，不简单啊。我倒要看看他能掀出什么风浪来。我和江奕晨的账可没算完。若曦，你醒了。孩子，我的孩子怎么样了？孩子没事，是个男孩，你先好好休息。你不是说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吗？他现在肯定已经打点好一切了，现在该怎么办？沈知薇这个毒妇，现在把咱们的事情搞得人尽皆知，让我颜面扫地。这些都不重要，我需要你让他净身出户，我可不想一个外人分我和我儿子的财产。你放心，我答应过你的，一定会做到。江总，没看见夫人在休息吗？你好好休息，我出去一下。若曦，要是江一成发现孩子不是他的怎么办？放心吧，医院这边我已经打点好了，他不会查出来的。只要把沈知薇扳倒，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江太太。整个公司都是我。沈小姐给法院提交的证据很不利，官司打起来恐怕会吃亏。沈知薇之前真是小看她了，
那现在怎么办？我建议还是和沈小姐好好聊聊吧，她手上还有公司税务问题的证据，真的撕破脸了，可就要上升到刑事案件了。沈小姐，这一次你可是出名了，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但你今天找我来，应该不只是找我聊天的吧？卢卡斯，我现在做好准备了。你想好做亚太地区总裁了？没错，这个位子我已经错过10年了，这一次我不会再放手。志威，咱们聊聊吧。好啊，是江逸晨，怎么了？没什么，我倒要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沈志威，你要干什么？这么害怕干嘛？维护小三的时候可是理直气壮的。沈志威当初怎么没发现你这么阴险？你有什么话不能私下说吗？公司大会上你胡言乱语，可是把我害惨了。我阴险，要不这么做，估计惨的就是我。志威，你别冲动，我知道你不是想要钱吗？我给你就是。给钱，你得说个价格。5%的股份，怎么样？这么多股份，5%怕是不够看吧？这可是你的买命钱。沈志威，你别得寸进尺，你一个女人要这么多钱干什么？陈星可是我一手创立的，我只不过是把本属于我的东西要回来。沈之婉，公司写的可是我的名字，而且你是法人，你要是给我鱼死网破，你觉得你会好过吗？你威胁我？这些年你的吃穿用度都是我给的，你也没有工作，退一万步讲，你是觉得我陈星的法务是吃素的，就凭你死了这条心吧。之威，你也别怪我算计你，毕竟当初可是你自己签的字，念在夫妻一场，给你5%的股份已经够给你面子了，人要学会知足。江逸晨，你不会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了吧？我告诉你，你的算盘敲错了，我拿到的东西可是够你进去一辈子。江逸晨，我手上的证据比你想的要多得多，还有我的律师秦岚可是整个龙城最顶级的律师，这场官司你没有任何胜算。志威，咱们的事儿能不能再等等？若曦她才刚刚生完孩子。等等，是等你把资产全部转移完，还是等你把那份只有100万补偿金的离婚协议书交到我手上？你怎么知道？江逸晨，你能不能要点脸？让我为了一个小三等你，凭什么？还拿我产权专利得来的钱养小三？江逸晨，我当初看上你这个窝囊废，可真是瞎了眼了。我告诉你，咱俩的账我要慢慢给你算。沈总，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拿来吧。你回去吧。那件事，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按我说的去做就行。好，沈总，知道就行。我走了。有了这些筹码，江逸晨就再也威胁不到我了。他江逸晨干的破事，凭什么让我沈之威背锅？卢卡斯不是今天让我报道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欢迎沈总入职澳门。卢卡斯，这是给你的欢迎仪式，喜欢吧？这太隆重了。走吧，沈总，我带你去入职。沈总，这就是这些年公司合作名录。
其他公司可以照常进行合作，但晨星生物就断了吧。晨星生物最近会有税务问题风波，我打算趁机收购晨星生物，你们怎么看？沈总，我觉得您说的没什么问题，但晨星生物毕竟是新锐独角兽企业，收购的话，江总会同意吗？我手上有些证据，况且晨星生物的班底是我一手建立的，他江逸晨说了不算。那一切都按照沈总说的进行。沈总的决定就是哈曼的决定。我知道你们会有不解，但我可以说江逸晨是我丈夫，但他出轨了，我不可能把晨星交给他，这是我对他的报复。而且晨星生物掌握在我手上，就是哈曼最可靠的战友。你们有人有异议吗？我们全力支持沈总。不错啊，沈总，刚上任就把江逸晨的命脉给断了，真是不留活路啊！都是他自找的，而且这才哪儿到哪儿，我还有一份大礼没送他。晨星生物我查过了，总市值超过120亿，但江逸晨实际可操控的差不多有20亿，包括资产转移吗？通过空壳公司套现以及转移给白若曦的钱有差不多10亿。那官司打完我能拿走多少？根据婚姻法，婚内财产1人1半。因为他是过错方，出轨，所以法院会判你更多，差不多15亿左右。转移过的资产他没露出马脚，可能追不回来。即使这样，他手里还有15亿左右，这可不行啊。15亿已经很多了，你还想要什么？全部。我想要他净身出户，但这毕竟还是他的公司。这里有他建立空壳公司的全部细节和内容，我只需要拿到股权后，把他提出局就可以。这是背叛的代价。等逸晨离完婚，财产就都是你和孩子的，你就是名副其实的阔太太了。都3天了，沈志威那边怎么说？他就是个泼妇，根本说不通。这一次估计要分到1半财产。江逸晨，你真是个窝囊废！我给你生个孩子，你就这样对我是吗？我告诉你，要不要看在你有钱的份上，我才不会搭理你。若曦，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钱，你之前明明那么善解人意、天真烂漫，那都是为了迎合你，挤掉沈志威。毕竟我可不想再过苦日子，而且我也给你生了孩子，不是吗？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白若曦，你耍我！我耍你？沈志威有一点说的对，明明就是你太蠢了。白若曦，我们还没结婚呢。但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财产有他的一份。如果不结婚的话，孩子你永远也不会叫你一声爸爸。逸晨，你可别烦糊涂了，你今年都这么大了，再想要孩子可就难了。白若曦，你赢了，等你出院，我们就结婚。我需要你尽可能的把你手上的财产转移到我的名下。白若曦，你得寸进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如果沈志威和你离婚的话，他会分走不少财产吧？但是如果转移到我的名下，他就什么也得不到。明白了，就赶快去办吧，我累了。妈，送客。江总，哈曼说我们公司存在税务问题，终止了对我们下一季度的投资。怎么可能？资金链断了。江总，还是想想怎么办吧。要是下一季度资金链断裂，咱们后续的所有项目都会瘫痪，咱们公司很快就会破产清算了。哈曼怎么可能会有我们公司的税务信息？明明之前还说公司的研发具有极高的价值。江总，之前哈曼的董事长卢卡斯和沈小姐私交很好，就连咱们的第一笔投资也是靠着沈小姐的技术拉来的。你说会不会？沈志威，你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他沈志威再能耐，也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就不信他沈志威能把我维持了10年的关系说断就不断。你们这群废物，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我亲自去一趟哈曼集团。你好，我是晨星生物的总裁江逸晨，我今天是来和哈曼聊合作事宜的。
可不可以让哈曼的负责人出来见我？江先生，我们总裁说了，晨星生物来客一律不见。什么？2家公司合作了10年，他说不见就不见，别糊弄我，给我一个理由。这位先生，公司禁止闹事。卢卡斯，我是晨星生物的江逸晨，昨天接到电话说咱们的合作终止了，我就是来问一下情况。这是公司高层的决定，江先生还是请回吧。沈之威，怎么又是你？是不是你给卢卡斯说的终止了和晨星的合作？沈之威，你怎么总是这么无理取闹？江逸晨，这是公司决策，别把你的个人情绪带进来。卢卡斯，这是我的私事，交给我吧。沈之威，你可真是好手段！你到底给卢卡斯说了什么谗言？我和哈曼10年的合作都被你给搅黄了。你没听卢卡斯说吗？这是哈曼公司高层的决定。来人，送客。沈之威，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能煽动哈曼高层？你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哈曼的最高决策人。你就是那个哈曼的新任执行总裁？不，这不是真的。你明明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江逸晨，在你眼里我一直都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你是不是忘了，我当时可是医药界天才。10年前，我为了支持你的事业，放弃了卢卡斯的投资和邀请，却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个白眼狼，真是荒唐。不可能！现在知道后悔了，晚了。今年杰出科学家是沈之威。后悔？我才不会后悔！晨星能有今天，靠的是我江逸晨。你们不投资，有的是人投资，这是你沈之威的损失。你今天把江逸晨扔到哈曼外面了，估计按他那白眼狼的性子，现在估计气得跳脚。但是你可真能藏事儿，卢卡斯10年前给你投那么多钱，你都给拒绝了。当时不是一心想帮江逸晨创业吗？我怕给他说了，他自尊心受伤。要不是你现在是哈曼的总裁，估计他到现在还以为他能成功是他的能力呢。行了，不说这个白眼狼了。明天我要和几个头部的公司开会，离婚官司的事儿帮我注意着点。不愧是能当总裁的人，做事真是一点儿不拖泥带水。这个江逸晨算是彻底完了。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大家好，我是哈曼亚太地区新晋总裁沈之威。我知道你，江总的前夫人嘛。你们的家事我们不想掺和。作为商人，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利益。如果是关于晨星投资的事，我们恕难从命。对啊，沈小姐，毕竟晨星生物是发展强势的独角兽企业，生意场最忌讳的就是感情用事。各位，我想你们误会我了。我竟然能做到执行总裁这个位子，肯定是因为我有配得上这个位子的能力。也请大家相信我，相信哈曼。今天讨论的事确实和晨星有关，但目的是和诸位合作。大家看一下这份文件，这是江逸晨在位期间通过空壳公司套现的全部证据。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进行投资的话，大部分的钱会进到江逸晨自己的口袋里，而这份税务问题会直接导致晨星陷入崩盘的状况。你们的钱到时候真的收得回来吗？沈总，今天叫我们来，不单单是要劝我们吧？我和江逸晨离婚后，江逸晨手上的股份一大半会交到我的手上，到时我就是晨星最大的股东。即使晨星真的崩盘了，哈曼也会给晨星兜。那时的晨星会为各位带来更高、更稳妥的保障。沈总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我明白了。我堂堂晨星怎么可能一家投资都没有了？好像是因为行业内的头部都去了一趟哈曼，沈小姐又是哈曼的总裁。沈之威，又是你！滚！都给我滚！他发什么疯？变成现在这样子，不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就是，当时沈小姐一手创立的晨星，她江逸晨就是个混日子的，还看不起沈小姐。其实她就是个窝囊废。
好了好了，没必要跟这种人置气。我看陈星是要折在他手上了，咱俩还是赶快跳槽吧。我看这个月的工资都难发下来。你说的对，要不咱们这周去哈曼面个试？没有他，沈之薇又能怎样？我江逸晨照样能扛过去。江逸晨，有事说事儿，你一直跟着我干什么？咱们之前说好的投资怎么断了？你要是嫌利润低，这是可以商量的。江逸晨，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自己得罪了谁，你心里不清楚？那可是哈曼的总裁，整个亚太的龙头。你问问整个光城，谁敢投你？李哥，咱们这么多年好兄弟了。江逸晨，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谁给你是好兄弟？再说了，沈总还是你的妻子呢，你不也照样出轨了？滚滚滚！别在这恶心我，晦气！喂，江逸晨，你死哪儿去了？你已经2天没来医院看孩子了。今天我们出院，你来接。好，我知道了。都这么久了，你的财产转移的怎么样了？你怎么一见到我就提钱？你烦不烦？现在公司都要倒闭了，你满意了？公司倒闭？江逸晨什么情况？都怪沈之薇那个疯女人，她现在是哈曼的总裁，联合几家龙头把公司的资金链断了。你不是想要钱吗？不还债都不错了。这个沈之薇还真是比想象中难缠。而且离婚案对我们本就不利，到时候我们的财产还要在现在的基础上缩水1半不止。这么多啊！逸晨，实在不行，咱们去好好给人家道个歉吧。实在不行，先挺过去这个难关，再离婚。现在去给他道歉已经晚了，他现在恨不得我倾家荡产，成为一个废人。沈之薇这样的女人，眼里可容不下脏东西，她可容不下江逸晨在她眼前蹦跶。那怎么办啊？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逸晨破产吧？还有网络媒体呢，利用舆论媒体就说哈曼公司垄断市场、恶意竞争，这样沈之薇也拿你没办法了。到时候你也能理所应当的拿到投资。这一次，我得好好让沈之薇见识见识，我白若曦也不是好惹的。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去找水军，通过媒体给哈曼集团施压？没错，既然明白了，就赶快去办吧。你不会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吧？你怎么还不去办？白若曦，我原本以为你真的心思深沉，那可是哈曼整个龙城的支柱企业，你让我去给他们打舆论，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吗？看来你还是没明白，哈曼是支柱不假，但整个龙城不只有哈曼。这话是什么意思？舆论只是一个口子。龙城这么多核心企业，看到哈曼这么一块肥肉，肯定都想分上一口吧。如果陈星开了这个口，哈曼的敌对企业就会蜂拥而上，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样不仅能重击沈之薇，同时还能拉来新的投资，甚至因为这件事可以彻底摆脱哈曼的控制，还能让陈星的名气更上一层楼。没错，因为通过这件事，即使到时候离婚，沈之薇挟持我的股权，但董事会也会对他心生不满，到时候也能借此事把沈之薇踢出局，公司还是我江逸晨的。这一次，赢得一定是我们。若曦，之前是我小看你了。你不必在我面前这么虚伪，你其实已经对我很不满了，不是吗？被你看出来了，那又怎样？你喜欢的只是钱罢了。确实，我也不在乎你爱不爱我，我甚至不在乎你在外面跟多少女人上床，因为你我心里都清楚，你只会有着一个孩子。母凭子贵，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以后我不管你跟谁在一块，我都不在乎。白若曦，你可真是冷血至极。冷血？怎么还得让我对你死心塌地？你能出轨我，就能出轨下一个女人。如果感情可以给我依靠，那个人一定不是你。现实点，别那么幼稚，快点去准备吧。
这个新夫人不简单啊，江逸晨这下倒霉了。你说他会不会后悔跟沈夫人离婚啊？那也是江逸晨咎由自取。对了，我已经打算去投奔沈夫人了。这么突然，你看看那个新来的女主人，一看都难伺候，而且毕竟跟着沈夫人10年了，都习惯了。哎，那也确实，那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呗。我感觉江逸晨估计离破产不远了。你是说江逸晨准备联合对家公司利用媒体和我打舆论战？是的，他还说要在离婚后想办法把你踢出董事会。他知道我这里有他通过空壳公司套现的证据吗？你放心，这件事在晨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他打算联合哪家公司？打听出来了吗？在龙城和哈曼同体量的公司，应城生物资本。我觉得这一次有必要认真对待。不用担心，应城生物和我们哈曼在暗中有很多保密合同和合作。明面上我们2家公司是敌对关系，其实我们是彼此最大的合作伙伴。江逸晨这一次算盘算是打空了。张总，我们准备利用媒体压力哈曼。如果应晨和陈星联手，我相信哈曼的倒台对应晨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江总，你凭什么会觉得我会去帮助你对付哈曼？因为哈曼可是你在龙城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倒台了，就是你应晨一家独大。和我们陈星联手，是你扳倒哈曼最大的机会。张总，你笑什么？你现在应该和我一起联手对付哈曼才是最要紧的。联手？江逸晨，你配吗？张总，你这话什么意思？他沈之薇在此之前只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他就是个蠢人。只要我们联手，他沈之薇什么也不是。江逸晨，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以为你现在能坐在这儿跟我说话是因为谁？张远，你别欺人太甚！我再怎么说也是晨星科技的总裁。江逸晨，我说了，离开了我，你什么都不是。晨星能有如今的发展，不是因为你，而是我的付出。你们不是敌对公司吗？你怎么会在这儿？江逸晨，沈总是我们应晨的贵客，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甚至于你今天能坐在这儿，不是因为我想见你，而是因为沈总点。你离开了沈总，就是一个废物。你们耍我！沈之薇，你一定要给我逼上绝路吗？逼上绝路？江逸晨是你出轨在先，我只是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要恶心你，让你眼睁睁看着你的财产怎么一步步被我拿回来了。不仅如此，我还要在董事会上把你彻底踢出去，你没机会翻身了。离开了我，你什么都不是，江逸晨。江逸晨，晨星我会全盘接手，我不会给你任何翻身的机会。沈之薇，沈之薇，你竟然如此心思歹毒，果然和你离婚是对的。我心思如果不歹毒一点，那怎么能斗得过像你这种伪装了10年的白眼狼？你，沈总都发话了，你要是没什么事，就赶紧滚吧。我们现在时间很宝贵。之薇，真的要这样吗？慢走不送。靠女人上位的白眼狼，还妄想拉应晨下水，蠢货！江逸晨，用你下半辈子好好忏悔吧。妈，咱家保姆呢？还不都怪你！保姆都离职去找沈之薇那个女人了，要不是你没用，我也不会干这活儿。这些都是小事，沈之薇那边怎么样了？他根本不吃这一套。这个沈之薇如此厉害，看来离了他，你还真是个窝囊废。你什么意思？要不是没有我，你现在还在给人还债呢。我是窝囊废。
你就是个勾引我的！白若曦，你敢打我？扇你一巴掌，让你好好冷静冷静。我勾引你，你要是真那么正人君子，怎么可能会跟我在一起？江逸晨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不怪我，也不怪沈之薇，都怪你，怪你这个优柔寡断的废物！白若曦，现在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还要怎样？办法还是有。我吗？你别卖关子了，快点说什么办法？让妈当着所有人的面去沈之薇公司撒泼造谣，外部不成就从内部瓦解他。像他这种空降的领导，我想高层内部肯定会有不满。现在只差一把火，把这份不满烧起来。若曦啊，这不太好吧？我就是个传统的女人，去他们公司撒泼，以沈之薇那种个性，我怕。当时你嘲讽沈之薇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你别忘了，都是因为你赌博，我才变成现在这个鬼样子。若曦，我是你妈妈啊！你只是去撒泼，就能换回我们一家人的财富？作为母亲，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还是说，你想看着你孙子和女儿的财产流进别人口袋里？好，我去。白若曦，你的心是铁做的吗？你这是把妈往火坑里推！江逸晨，你装什么大善人？你对沈之薇做的可比我很多了，装一装可以，可别把自己给骗了。哈哈哈哈哈哈！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废物！你好，能不能把沈之薇叫下来啊？我找她有事。阿姨，沈总是不接客的，您请回吧。哎呀，我找他真的有重要的事儿。阿姨，我们沈总今天没有接客预约，咱们这里是不让进人的。姑娘，我找你们沈总真有事，你快给他叫下来吧。这谁啊？你没看新闻吗？这是江逸晨小三儿的娘，估计是为了给女儿要钱来，真不要脸。就是她啊！这不就是恶婆婆吗？快点去给沈总说，别闹大了。那么从今天开始，秦林，你就是哈曼的法务总监了。今后要多多仰仗沈总了。沈总，外面有人闹事，是来找你的。要是我当初不赌博，他也不会变成这样。看他那样子，真丢人。这不是白若晴她妈吗？这是来给她女儿讨公道来了。志薇啊，求求你饶了我们吧，我们真的知道错了。若曦是个好孩子，她还小，求求你放过我们吧。你来是干什么的？志薇啊，阿姨之前对你说话冲，阿姨知道错了，而且我事先也不知道你和陈的事，咱们能不能别揪着过去的事不放了？是白若曦让你来的。志薇啊，今天若曦说让我来你公司撒泼，说只要我抹黑你，你们公司内部就会让你倒台。但我今天来就是给你道歉的，都怪我赌博，导致家里欠债，若曦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今天来就是来给你道歉的，我们不要那些钱了，咱们别斗了，成不成？你是想和解？志薇啊，阿姨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我们一家人保证以后一定本本分分的，让我孙子给你叫小娘。张小丽，谁给你的脸来给我谈条件的？我告诉你，你不是知错了，你是怕了，还孙子。江逸晨蠢，不代表全世界人都蠢，那根本就不是江逸晨的孩子。我告诉你，停不了。来人，送客。这一家人真有意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是闹哪出？这个张小丽相比于白若曦和江逸晨还算聪明，不过在我这儿还是不够看。
按我说的做了吗？若曦啊，咱们要不算了吧？咱们斗不过沈之薇的。都怪你们非得要全部财产，现在好了，人财两空。白若曦，我怎么现在才发现，你才是这个家最贪得无厌的灾星？我灾星？好啊，那咱们就不结婚了。江逸晨，你别一副假惺惺的样子，是我勾引你的吗？是我刚开始当助理的时候你就对我动手动脚，你忘了吗？白若曦，你闭嘴！若曦，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行了，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既然如此，只能在法院上和他斗到底。反正我名下已经有了大部分财产，剩下的就当做断尾求生。斗到最后竟然还是这样，若曦何必呢？我想这样吗？我只是想给我和孩子更好的生活。这次我认栽了。这件事情过后，别再和他有牵扯。这件事到此为止。之后我需要把剩余的财产移到我的账户上。江逸晨，你休想！收起你的算盘。蠢女人，公司资金链断了，我需要钱补上。把你的项目换个说法，从拉投资转变成项目代工，从外省和海外拉投资，虽然利润不高，但也不需要自掏腰包了，资金链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系原告沈之薇、被告江逸晨有关离婚财产纠纷一案，现在开庭。原告方请陈述诉讼请求。法官，我的当事人沈之薇女士的诉讼请求如下：第一，被告出轨并育有一私生子，请求法院准予离婚；第二，请求依法分割婚内所有共同财产。被告方，鉴于原告方的请求，有何意见？法官，我方当事人江逸晨先生和原告沈之薇女士虽有婚姻，但其实只是有名无实，婚内期间并无孩子，且原告沈女士在婚内并无工作，全靠我方当事人江逸晨先生抚养。因此，我的当事人愿意解除这段婚姻。同时，我的当事人为了体现对这段婚姻的尊重，愿意补偿给原告3000万元人民币。此外，我的当事人和原告之前所住的别墅亦归原告所有。原告方有何意见？法官，被告方所谓的合理补偿并不合理。我的当事人沈之薇女士在婚姻存续期间，对江先生旗下晨星生物公司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且班底和核心专利全部都是沈女士一手创立。同时，沈女士也是晨星最早投资人，初始投资为500万元。上述文件包含了沈小姐的所有核心技术专利资料，以及晨星建立的资料和初始资金的转账记录。我所说的只是冰山一角，各位请看这个，这是江逸晨先生通过创立20多家空壳公司转移的个人资产资料。空壳公司的事是谁告诉他的？5年来，被告方江逸晨通过各种手段，总共套现转移资产大约5亿元。其中3亿以现金流的形式转至第三方个人女性账户，白若曦女士名下，剩余资产转换为第三方店铺，产权所有权同样为白若曦。江总，这是真的，你真的转移了资产，这个行为基本就已经给你定性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此外，江先生说2人婚姻关系名存实亡，我方当事人沈小姐并不知道此事。5年来认真照顾家庭，家庭前管家陈景明以及保姆李桂帆、王淑华均可出庭作证。同时和白若曦女士有长达3年的不正当关系，于本月为被告产下1名男婴。
二人并非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实则男方出轨所致。被告方对此有何异议？法官，这些材料我需要核实其真实性。这么多的证据，我方需要逐一排查。材料全部来源合法，可随意查阅。转账记录由银行出具，盖有公章；其他资料由各场所合规提供，含有公章。另外，资产转移以及空壳公司套现具有完整证据链。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法官，我方需要对所有证据进行核实。如果被告方要核实，可以，但我方要同时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法院冻结江逸晨先生及白若曦女士名下所有账户关联的财产，防止被告方在诉讼期间进一步转移婚姻共同财产。沈志伟，你疯了！这样陈星就完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不行！公司资产冻结，沈志伟你也什么都得不到。反对无效。律师，你快想想办法。我想什么办法？你事先怎么不跟我说？肃静。鉴于原告方提供的证据初步显示，确有资产违规转移，且涉案金额巨大，且被告方近期有资产转移新动作，就原告提出暂时资产冻结一项。通过。沈志威，沈志威，你到底还想怎样？我说了，我要把你从我这里拿走的全部吐出来。你这样逼我，陈星也会跟着垮台，咱们两个只会两败俱伤。就算我拿不到1分钱，我也要出这口恶气。更何况，不是谁都和你一样废物，离了你，陈星在我这儿才会变得更好。1个亿，1个亿加上那套别墅，够不够？1个亿不够，不够！沈志伟，1个亿，你胃口也太大了吧！我亲手创立的公司，给我1个亿就想打发我？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着吸我的血？你现在还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吗？我要的是让你一无所有。沈志伟，我竟然和你没完！沈志伟，你是不是忘记了，陈星集团的股东写的是我的名字？就算你真的赢了，你顶多是分到的是多一点的钱。公司是我的，你拿不走。那，你好好看着我怎么拿来的。江总，我知道你很不甘心，想争一口气，但我们这一次处于大劣势，赢面几乎为零。放弃吧。我2次开庭，最起码需要半个月，但他们可以一直拖着。江总，沈小姐有哈曼，但你只有陈星，到时候陈星被拖没了，到时候就真的来不及了。今天是我们赢了，但江逸晨的威胁不无道理。公司股份不在你名下，想成为公司最大股东，这个难度很高。我能帮你的，就是帮你拿回江逸晨的1半股份，但是光凭这些你也掌控不了公司。江逸晨维持了10年的关系网，
很可能很快把你踢出局。其实也没那么麻烦。哎，张总，之前和你说的关于哈明和陈星的双向合作企划，不是很有兴趣吗？沈总，我等你这个消息可是等得茶饭不思啊。那到时候我带你去一家上好的茶馆详聊。好，我把最好的茶叶给你备上。搞定。怎么神神秘秘的，莫名其妙，怎么就多了一个张总？之前没给你说过，陈星3年前内部出现过一次严重的派系斗争，导致股价大跌。那时候我联系到了华天生物的总裁张华振，给陈星投了一笔钱。后来陈星发展事业，这笔钱被换成了股份，现在他是陈星的股东，占比21%。目前他准备把陈星的股份抛给我，准备入股哈曼。21%？目前江一晨股份总占比为67%，我至少帮你拿到江一晨30%的股份。我实际控股就超过了50%，我可以凭此把他踢出董事会。想不到你竟然做了这么详密的计划，所以这场仗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只是一无所知而已。谁都不服，就服你。他怎么会知道那2个亿？你不是说做的很隐蔽吗？你不是说你做的天衣无缝吗？怎么会这样？我和孩子的财产怎么也要分出去？问题是，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只能接受。这些钱是我最后的底牌，你明明答应过我的。你的底牌，现在整个公司因为这件事被法院冻结。要不是你贪得无厌，也不至于落得这个下场。他到底想干什么？要全部的财产。我现在只想让陈星回到正轨，就算把钱全给他了，只要股份还在我手里，我还是大股东，公司就还是我。我就不相信，沈之威他作为公司第2大股东，就能眼睁睁的看着江氏就此倒闭。好，但是给的是你的股份，但不能是我的钱。股份和钱给一样就行了，不是吗？股份没了，公司就没了，那是你的问题。拿我的钱，休想！我再说一遍，那是我的底牌。白若曦，你这个蠢女人！你打我，我都说了，要不是因为钱，谁跟你这个废物在一起？事到如今，都怪听信你这个蠢货的鬼话。明明就是你窝囊，明明就是你窝囊！你们这是在干嘛？你放开啊！你放开啊！你真是造孽呀！非要闹出人命，你们才能安生吗？不关你的事，马上把钱转过来。有了这笔钱，公司就还是我的，你还能做你的江夫人。否则的话，到时候法院把公司资产冻结，到时候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希望你别骗我，不然到时候我带着孩子走，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他。你大可以试试。快点把钱给我！转过去了。蠢女人就是蠢女人。志威，咱们各退一步，我可以给你3亿，但是我的股份我不能给你。这个分割方案是对沈小姐最大的诚意。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在协议上签字吧。看来这是被打怕了呀。志威，之前是我小看你了，陈星不能再拖了，你赢了。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这份文件我不会签。沈志威，你这是什么意思？3亿还不够吗？我需要分割股权，公司的核心专利有我的一部分，股权你赖不掉。江总，股权可以给他一部分，即使分割出去，你在陈星的影响力也不是沈志威能撼动的。股权可以给你30%，但是资金只能给你2个亿。沈小姐，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已经是最好的了，不然闹到最后，陈星崩溃，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这个条件是可以的，法院也会这么判。可以。这下可以去法院撤诉了吧？急什么？先去民政局离婚。我怕你和白若曦还耍花招，先把婚离了。走吧。事情终于结束了。不，这只是第一步。很久没有见你笑得这么开心过了。我离婚了，我当然高兴了。我自由了，我解脱了呀。志威，你难道一点也没有舍不得我吗？这些年我待你不薄。舍不得你江一晨，我不恨你都已经是给你面子了。和你在一起，耽误了我10年。本来我应该是医学界的天才，但是为了你，这10年只能做一个家庭主妇。我就当这空白的10年，全当喂狗。对了，明天我将以晨星生物股东的身份去一趟晨星，麻烦通知一下开个会。我会在大会上说一件事，需要所有人都知道。沈小姐，首先董事会欢迎您的加入，但是今天突然说要开会，你是有什么建议吗？沈小姐，这2天陈星已经被你和江逸晨搞得够乌尘瘴气了。如果有什么改善意见的话，还是等陈星恢复再说吧。大家先别着急下定论，不如先听听沈小姐怎么说。各位，我今天来是为了全权掌控晨星生物。江逸晨，你该下台了。沈之威，你在开什么玩笑？这里是公司，你凭什么觉得你能让我下台？
我同意陈星今后发展由沈之为全权负责。我的股权有30%，张总的股权有21%。接下来我就是晨星生物的总裁。江一晨，你还有什么疑问吗？怎么会是这样？张总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沈总现在是哈曼的执行总裁，如果他同时来担任晨星的总裁，就不会出现资金链断裂这种问题，同时能够接触到哈曼更先进的设备，加强进一步合作，对董事会利益更大。但是我可是已经在公司当了10年的总裁，明明我比沈之卫更了解公司运行。你确实比我们更了解公司，开了20多家空壳公司套现晨星的钱，也就只有你能做得出来了。更何况晨星的核心技术和班底不是你江一晨的，而是沈总一手带起来的。没了沈总，就没有晨星，更没有你江一晨。感谢各位信任，我在此向大家保证，晨星会在我的带领下和哈曼会有更深层次的合作，晨星的发展会比当下更上一层楼。沈之威，你早就算计好了，对不对？算计？江一晨，我告诉过你了，我要把我的东西全都拿回来。好了，各位，今天的会议到这里就到此结束，各位散会。沈之威的事儿可算是到头了，等一晨回来啊，咱们一块儿去马尔代夫度假，好好休息休息。一晨，你可算回来了，财产分割谈妥了吧？沈之薇那个女人拿了钱，是不是就滚蛋了？我就知道你肯定能赢她。你说话呀，到底怎么样了？他要了多少钱？股份，我给了他30%，30%就30%，反正你还是大股东，公司还是你的。钱呢？给了他多少？公司不是我的了。沈之威联合张总，他手里有30%，张总有21%，加起来超过51%。他今天在董事会上把我踢出去了。晨星生物现在是他的了。什么？你这个废物，这一次连个公司都守不住，我们娘俩以后靠什么活啊？江一晨，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我跟了你5年，忍了沈之伟5年，你居然连公司都给我弄丢了！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孩子吗？你还好意思说我？要不是你贪得无厌，非要我把所有财产都转移到你名下，沈之威能抓到把柄吗？要不是你让我在大会上宣布和你在一起，他能那么快联合股东反我吗？你放屁！是你自己蠢，连沈之威的手段都看不透。我让你转移财产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我们娘俩以后能过上好日子？你自己没本事，反倒怪起我来了。就是，你自己没用就算了，还敢怪我女儿？当初要不是我女儿嫁给你，你现在还是个穷光蛋。现在公司没了，你就是个废物！你给我闭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你敢推我，我跟你拼了！你们闹够了没有？不是为了这个孩子，我根本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为了他背叛了沈之威，转移了公司财产，甚至不惜净身出户也要和他离婚。现在什么都没了。孩子是你自己要的，又不是我们逼你的。现在出了事，就知道拿孩子当挡箭牌。
还好，这里面还有500万，应该能撑一段时间。只要能拿到这笔钱，我就能重新找投资，东山再起。你好，帮我取500万现金。先生，不好意思，您这张卡已经被法院冻结了，无法办理取款业务。冻结了？怎么可能？你再帮我查查。真的冻结了，先生。您名下所有的银行卡、信用卡和理财账户全部都被冻结了。那这几张呢？帮我都查查。都冻结了，先生，您一张都用不了。怎么样，拿到钱了吗？没了，什么都没了。我名下所有的账户都被法院冻结了，1分钱都取不出来。那你藏起来的私房钱呢？你肯定有私房钱，对不对？快拿出来！我哪里还有什么私房钱？所有的钱，包括公司套现的那3个亿，我早就全部转到你的名下了。现在只有你手里有钱。那是我的钱，是你自愿转给我的，凭什么拿出来救公司？我告诉你，1分钱都别想！先生，请留步。请问你有预约吗？我是江逸晨，这家公司的前总裁，我要进去找我的老下属。对不起，江先生，沈总吩咐过，没有预约，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尤其是您。你敢拦我？这公司是我一手创立的，我想进就进。江先生，请您自重，再闹事我们就报警了。王总，是我江一成，我这边有点急事，能不能？江总啊，不好意思，我这边正在开会，回头再说。江总，好久不见。小云，你来的正好，快帮帮我。我知道你手里有公司的资源，只要你帮我，我以后一定不会亏待你。帮你？当初你怎么对沈总的，现在大家就怎么对你。你为了一个小三，窃取沈总的成果，转移公司财产，还想让他净身出户，就连我都差点被你连累。现在落得这个下场，都是你活该。志威，志威，你等等我，我有话对你说。江逸晨，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志威，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背叛你，不该转移财产，不该对不起你。求求你，看在我们10年夫妻的情分上，放过我吧。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把公司还给我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会和白若曦来往了，我好好和你过日子。江先生，请你放尊重点。沈总现在是哈曼的执行总裁，没有时间和你纠缠这些私事。志威，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就一次。10年情分，早在你转移财产养小三的时候就耗尽了。江逸晨，路是你自己选的，后果也该你自己承担。沈志威，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你丈夫啊！
你小心点儿，别被江一晨发现了。他现在自身难保，哪有功夫管我们？你放心，我早就把东西藏好。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江一晨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总不能跟着他喝西北风吧？当然不能，我早就想好了后路。我名下有江一晨转的3个亿现金，还有3套房产和2间店铺。等风头过了，我就把这些资产全部转移到海外，然后带着孩子去加拿大过我们的好日子。去加拿大？好啊，好啊！到了国外，谁也找不到我们，我们就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了。不过现在还不能走。江一晨虽然没用，但沈之薇那边还没彻底了结。等法院的判决下来，确定我们不用再分财产了，我们就立刻走。那江一晨会不会纠缠我们啊？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万一赖上我们怎么办？他敢？他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哪有功夫管我们？再说了，孩子还在我们手里，他就算想怎么样，也得顾及孩子。等我们到了国外，他就算想找也找不到。我们3天后就行动，你明天先去银行，把能取的现金都取出来，剩下的钱我会通过地下钱庄转到海外账户。记住，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江一晨知道。放心吧，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志伟，我对不起你，我真的对不起你。我怎么这么蠢啊？我怎么会相信白若曦那个女人？我怎么会背叛你呀？如果当初我没有鬼迷心窍，现在我们应该好好的，陈星也会越来越好。一晨，你看，我的专利申请下来了，还有这500万的科研奖金，我们可以创业了。志伟，你太棒了，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以后我们一起努力，把公司做大做强，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名字。好，等公司成功了，我就娶你，让你做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志伟，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忘了我们的约定，不该对不起你。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弃，我要再去找志伟，我要向他忏悔，求他原谅我。只要他肯原谅我，我什么都愿意做。志伟，我错了，求求你原谅我吧，我愿意净身出户，什么都不要，只求你给我一条活路，让我能养活孩子。江一晨，你起来吧。你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我知道我罪该万死，但孩子是无辜的，求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放过我吧。路是你自己选的，后果也该你自己承担。当初你转移财产，想让我净身出户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给我留一条活路？志威，我们走吧，别和他浪费时间了。志威，江一晨现在这个样子，会不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啊？要不我们报警吧？不用了，他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已经释然了，恨一个人太累了，我不想再把精力浪费在他身上。话是这么说，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放心吧，我有分寸。现在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事业。晨星生物的整顿工作已经完成了，下个月就要和哈曼联合推出新的抗癌药物，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这是晨星和哈曼联合研发新药的合作协议，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律问题。没问题。不过你真的打算把晨星和哈曼合并吗？不是合并，是深度合作。晨星有我当年打下的基础和核心技术，哈曼有资金和先进的设备，两者结合才能研发出更好的药物，拯救更多的人。我明白了。对了，法院那边传来消息，江一晨的资产冻结申请已经生效了，他名下的所有财产都不能动。知道了，这件事你盯着就好，我不想再管。我现在只想专注于新药的研发。大家好，我是沈之薇。从今天起，我正式担任晨星生物的总裁。首先，我要宣布废除江一晨时期所有不合理的制度，取消管理层的特殊福利，提高一线研发人员的薪资待遇和奖金比例。同时，我会从哈曼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建立新的研发实验室。其次，我会提拔一批有能力、有责任心的年轻研究员，担任各个项目的负责人。晨星不看资历，只看能力。只要你有才华，在这里就能得到施展的平台。沈总，我们终于等到你回来了。谢谢大家的信任。10年前，我和大家一起创立了晨星。10年后，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把晨星做得更好。让晨星的药物走向全世界，造福更多的人。妈，我已经联系好了地下钱庄，3天后就能把钱转到加拿大的账户上。房产那边也找好了中介，尽快出手。那江一晨那边怎么办？他要是发现我们要走，肯定会闹的。他现在就是个废人，能把我们怎么样？等我们到了加拿大，他就算想找也找不到。再说了，那个傻子还以为孩子是他的呢，到时候他自己都养不活，哪有功夫管我们？话是这么说，但我还是有点担心，万一沈之薇查到我们转移资产怎么办？放心吧，我做的很隐蔽，他查不到的。就算查到了又怎么样？钱已经转到我名下了。那就是我的钱，江一晨那个傻子，到死都不会知道，孩子根本就不是他的。沈之薇，你怎么在这里？我要是不在这里，怎么能听到这么精彩的秘密？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孩子就是江一晨的。我们还有事，先走了。别急着走啊。我刚才好像听到孩子根本就不是江一晨，我还在疑惑为什么无精病能生出孩子。你听错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是吗？那你敢不敢和我去医院做亲子鉴定？凭什么要和你去做亲子鉴定？你算什么东西？沈之薇，这是我们的家事，和你无关，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和我无关？江一晨用我的钱养了你和别人的孩子5年，你说和我无关？白若曦，你早就知道江一晨有无精症，对不对？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秦离，之前不是说过江一晨无精症的事情？这个孩子到底是哪儿来的？打听清楚了吗？志威，江一晨那个孩子的事情，我医院的朋友给我调查出来了。你调查出来了什么？白若曦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江一晨，他早就知道江一晨有无精症，孩子是他用匿名捐赠者的精子做的试管婴儿。他从一开始接近江一晨，就是为了骗他的钱。这个白若曦也真有本事，还能买通医院。离婚之后，这件事才被查出来。还真是，这个白若静也是算好时间了。如果情况属实，那白若静不仅分不到任何财产，还可能涉嫌诈骗啊！我知道，所以我现在在想，这件事该怎么办？还用想吗？当然是
是直接告诉江逸晨，让他去告白若曦诈骗啊？这样一来，白若曦手里的钱就能全部追回来了。真是大快人心，真想看看当他知道孩子根本不是自己的时候，脸色该有多难看。江逸晨，自己种的恶果就要自己吃下去。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就今天吧，我现在就去江家别墅。怎么，沈大总裁又来干什么？来看我的笑话吗？我来是告诉江逸晨一个真相。沈之薇，你别胡说八道！什么真相？白若曦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沈之薇，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是不是疯了？我没有胡说，白若曦早就知道你有无精症，孩子是她偷偷去医院用匿名捐赠者的精子做的试管婴儿，她从一开始接近你，就是为了骗你的钱。你给我滚！我不想听你在这里挑拨离间。这是秦莲查到的医院试管2儿记录，上面有白若曦的签字，你自己看吧。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当然不是真的，是沈之薇伪造的证据，他就是想挑拨我们的关系。伪造的？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医院会有你的试管婴儿记录？为什么你不敢和我去做亲子鉴定？你别听沈之伟的，孩子就是你的。你给我滚开！你骗了我整整5年！这个贱人，你为了你背叛了沈之薇，丢了公司，身败名裂。你居然告诉我，孩子不是我的！放开我！放开我女儿！你要是敢伤她，我跟你拼命！没错，孩子就是不是你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你的钱才和你在一起的。要不是你有钱，谁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这个骗子！你杀了我也没用，钱已经在我名下了，那是我的钱。你的钱，那是用我的钱，用沈之薇的钱换来的。我告诉你，1分钱你都别想拿走。我现在就去法院告你诈骗！我要让你把所有的钱都吐出来，还要让你坐牢！你敢？孩子虽然不是你的，但你已经养了他这么久，你必须给我抚养费，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你，让你身败名裂。抚养费？我凭什么给别人的孩子？你做梦！明天去一趟医院。要是孩子真的不是我的，咱们就在法院说。医生，我要做亲子鉴定，立刻，马上！先生，请您冷静一点，亲子鉴定需要提前预约，而且要准备相关证件。我什么都准备好了，钱我也有的是，今天必须给我做，不然我就砸了你们检验科。好吧，我给你加急，但结果最快也要明天下午才能出来。明天下午？不行，我现在就要结果。这是医院的规定，再急也要走流程。你要是再闹，我就叫保安了。孩子是我的，一定是我的。沈之薇那个女人就是嫉妒，她故意伪造证据。逸晨，你疯了吗？你带孩子来医院干什么？快把孩子还给我！你别过来，这是我的儿子，谁也别想抢走他。逸晨，你别听沈之薇胡说八道，孩子就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你怎么能怀疑他呢？亲生骨肉，那他为什么不敢去做亲子鉴定？为什么一听到亲子鉴定就脸色发白？我不是不敢，我是怕伤害到孩子，他还这么小，抽血多疼啊！逸晨，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我们在一起5年了。5年？你骗了我5年！从一开始你接近我就是为了钱！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江一晨，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难道不好吗？江一晨，你开门，把孩子还给我！孩子是我的，是我江一晨的儿子，谁也别想抢走他。这可怎么办啊？他要是把孩子锁在里面，饿坏了怎么办？这个疯子，早知道我就不该相信他。现在好，钱没了，孩子也被他抢走了。宝宝，别听他们的，你就是爸爸的好孩子，爸爸会永远保护你。怎么回事啊？怎么来了这么多税务的人？还能怎么回事？肯定是江总偷税漏税被查了呗。听说他开了20多家空壳公司套现，数额特别大。活该！谁让他那么对不起沈总？现在沈总回来了，看他还怎么嚣张。把所有的财务资料都封存带走。另外，通知江一平，让他立刻到税务局接受调查。你们找谁？这里是私人住宅，你们不能随便进来。我们是税务局的，江一琛涉嫌偷税漏税，我们依法对他的财产进行查封。这是搜查令。你们不能封我们的房子，这是我们的家。阿姨，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如果您再阻拦，我们就以妨碍公务罪拘留您。宝宝，你看，这些人都是坏人，他们想抢我们的家，爸爸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完了，全完了，我的钱，我的房子，我的车，全都没了。白若曦女士，我们已经冻结了你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房产和车辆，请你配合我们，提供江一晨转移财产的相关证据。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江一晨干的，是他把钱转到我名下的，不关我的事啊！志威，税务部门已经正式对江一晨立案调查了，他们查封了江家别墅和白若依名下所有的财产，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意料之中，李小云提供的证据很充分，足够让他喝一壶的了。对了，江一晨现在精神状态很不好，整天抱着孩子疯疯癫癫的，逢人就说孩子是他的。随他去吧，这是他自己选的路，后果也该他自己承担。王律师，你一定要帮帮我，我不能一无所有。江一晨那个疯子现在抱着孩子不放，我连孩子都见不到了。白女士，情况很不乐观，江一晨反诉你诈借，要求你返还所有转账，而且税务部门已经冻结了你名下所有的财产，你现在根本没有任何资产可以分割。那是江一晨自愿转给我的，凭什么要我返还？还有那个孩子，就算不是他亲生的，他也养了这么久，他必须给我抚养费。抚养费的请求很难得到支持，因为孩子和江一晨没有血缘关系，而且你是故意欺骗他，他没有抚养义务。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告他，我要分割财产，我要抚养费。好吧，我帮你写起诉状，但我必须提醒你，胜诉的概率非常低。白女士，请问你为什么要起诉江一晨？你真的是为了钱才和他在一起的吗？别拍了，别拍了，这是我的私事。江总，你知道孩子不是你的之后有什么感想？你还会继续抚养这个孩子吗？孩子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和江一晨先生虽然没有结婚，但他们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了5年，并且育有一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江一晨先生应当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并且分割共同生活期间的财产。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才和白若曦女士在一起。白若曦女士明知江一晨先生有无精症，却故意用匿名捐赠者的精子做试管婴儿，骗取江一晨先生的信任和财产。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不仅无权要求分割财产和抚养费，还应当返还所有非法所得。
双方都安静一下。现在，请被告方出示证据。孩子是我的，是我江一晨的儿子，你们都在骗我，谁也别想抢走我的孩子。陈腾，请你冷静一点，扰乱法庭秩序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将被告带出法庭，休庭10分钟。现在宣判，经审理查明，被告江一晨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原告白若曦存在不正当关系，并通过空壳公司将婚内共同财产转移至白若曦名下，数额巨大。同时，江一晨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本院判决如下：一、白若曦与江一晨不存在合法婚姻关系，其名下所有通过江一晨转移的财产，均属沈之敏与江一晨的婚内共同财产，予以追缴返还给沈之美女士。二、白若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江一晨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三、江一晨犯偷税漏税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亿元。孩子是我的。沈总，请问您对这个判决结果满意吗？我相信法律的公正，这个结果是他们应得的。沈总，您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会把这些钱全部投入到新药研发中，希望能帮助更多的癌症患者。至于过去的恩怨，就让它过去吧。那江一晨和白若曦呢？您会原谅他们吗？原谅谈不上，但我不想再把精力浪费在他们身上了。我现在只想专注于我的事业。真是太厉害了，被背叛了10年，不仅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还成为了哈曼的总裁，简直是逆袭女王啊！白若曦，你涉嫌诈骗，现在依法对你执行逮捕。跟我们走一趟吧。江一晨，我恨你，是你毁了我的一生！孩子是我的。我的女儿啊，你怎么这么命苦啊？本来以为能嫁个有钱人，过上好日子，结果现在变成了这样。好日子什么好日子，都是假的，全都是假的。我的钱呢？我的3个亿呢？还有我的3套房子、2间店铺，都没了。谁偷走了我的钱？女儿，你别吓妈妈啊！你冷静一点，别碰我！是江夫人，我是晨星生物的老板娘，我有的是钱。我要住大别墅，开豪车。宝宝，你看这个阿姨疯了，她是个坏人，我们不要理她。爸爸会永远陪着你。这日子可怎么过啊？所有的钱都被冻结了，连吃饭都成问题了。给我也煮一碗，宝宝饿了，要喝奶。喝什么奶？家里1分钱都没有了，哪有钱买奶粉？都是你害的！要不是你，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好，我不说了，我给你煮方便面，给宝宝冲奶粉。你别过来！钱，我的钱，谁偷了我的钱？还有我的江夫人头衔，谁抢走了？女儿，别喊了，别喊了，妈妈在这里。妈妈，我好害怕，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不是江夫人了，我也没有钱了。不怕不怕，有妈妈在呢，妈妈会一直陪着你。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晨星生物的总裁江逸晨。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女儿，别这样了，跟妈妈出去走走好不好？你是谁？敢对我这么说话？我是江夫人，你给我滚出去！阿姨，您别太担心，他这种情况是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刺激，只要积极配合治疗，还是有希望好转的。医生，求求你们一定要治好我的女儿啊！她还年轻，不能就这样毁了。女士，跟我们去医院吧，我们会帮你治病的。我没病，我不去精神病院，我是江夫人。我有钱，我要去找逸晨哥哥。逸晨哥哥，救我！救我！他们要把我抓走！逸晨哥哥！我没病，放开我！我有钱，我有3个亿，我是江夫人。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你有钱，跟我们进去，我们就把钱还给你。我的女儿啊，是妈妈对不起你，是妈妈害了你呀！逸晨，你快想想办法呀！3天内要交2个亿的罚款，我们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要是交不上，你就要去坐牢了。坐牢就坐牢，只要能和我的宝宝在一起，去哪里都一样。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坐牢了，孩子怎么办？我一个老太婆怎么养得起他？不用你管，我的孩子我自己养，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宝宝，爸爸带你走，我们离开这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爸爸会好好照顾你，永远陪着你。警察同志，求求你们帮帮我！我女婿带着孩子失踪了，他精神不太好，我怕他会做出什么傻事啊！阿姨，您别着急，您先跟我们说说具体情况。他是什么时候失踪的？带走了什么东西？昨天晚上还在呢，今天早上就不见了。他只带了一个简单的行李。阿姨，我们查到江逸晨昨天晚上卖掉了他身上最后一块手表，买了一张去往云南的火车票。现在火车已经开了，我们也没办法追上他。怎么会这样？他怎么能带着孩子走了？我以后可怎么活啊？阿姨，您别太担心，我们会发布协查通告，一旦发现他的行踪，会立刻通知您的。沈总，成功了！临床实践数据出来了，新一代靶向抗癌药物的治愈率达到了89%，比国际上同类药物高出了15个百分点。沈，你做到了，你真的做到了，这简直是医学史上的奇迹！谢谢大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好，我是哈曼医药亚太地区执行总裁沈之薇。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宣布，由哈曼医药和晨星生物联合研发的新一代靶向抗癌药物之薇1号临床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之薇1号的治愈率达到了89%，是目前国际上治愈率最高的靶向抗癌药物。它不仅疗效显著，而且副作用小，价格也比同类药物低30%。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款药物，拯救更多的癌症患者，让他们重新获得健康和希望。沈总，请问这款药物什么时候能正式上市？我们已经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上市申请，预计明年上半年就能正式上市。届时我们会优先供应给国内的患者。沈总，您从一个家庭主妇逆袭成为哈曼的总裁，还研发出了这么厉害的药物，您有什么感想？我想说，
女人从来不是谁的附属品，只要你有梦想，并且为之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些打不倒你的，必将使你更强大。那不是张小丽吗？她怎么会在这里捡瓶子？张阿姨，沈总，您怎么在这里捡瓶子？江一晨和孩子呢？江一成带着孩子跑了，他去了云南，再也没有回来。我现在一个人，没有收入，只能靠捡瓶子为生。那孩子不是被江一晨带走了吗？这个孩子是谁的？这个是我邻居家的孩子，他父母打工去了，我帮着带带，也能有点收入。阿姨，你好漂亮啊！张阿姨，这些钱您拿着。不用不用，沈总，我不能要你的钱。当初我们那么对你，我没脸要你的钱。拿着吧，这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亏待了他。沈总，谢谢你，谢谢你。不用谢，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联系我。我有钱，我有3个亿，我是江夫人，我要住大别墅。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谁也不认识，整天就念叨着钱和江夫人，有时候还会打人。我们只能把他关在单人病房里。他变成这样，也是他自己选的，都是我的错。要是我当初不赌博，他也不会变成这样。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好好照顾他。希望他能早日康复。10年的青春换来了一场背叛。我曾经以为爱情是我的全部，为了爱情，我可以放弃我的事业。我的梦想，甚至我的一切，但我错了，错得一塌糊涂。但我从不后悔，因为那些打不倒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我失去了10年的青春，但我找回了我自己。女人从来不是谁的附属品，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而活，靠自己才能活成自己的女王。